管风琴教堂是为了纪念丹麦教育家格荣维而建造的。这座教堂是为数不多的表现主义教堂，可惜的是它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没有开。我们还特别另外买来到这边的车票，因为它不包含在那个 City Pass 里面，结果没开。里面很漂亮哦。对啊。你稍微动一下呢，这样没有。第一个行程泡汤之后，直接杀来市场。这里是哥本哈根最大的市场，这一栋再加另外一栋跟室外大概有60个摊位啊。虽然它是市场，但跟台湾的传统市场很不同。它还有很多的咖啡厅啊、套装三明治跟披萨店。就如同以前生活杂志所说的，这里的超市根本就是百货公司的地下街。坚果，那个是巧克力吗？对。然后还有那个一条一条的像芒果干的东西。这是什么啊？看起来超像炼金术师的。橄榄油跟黑醋加上你的醋。好帅哦！去另一侧看看。市场内有名的开放三明治，哇哦！每一个看起来都超好吃哦，选择困难。只点一个看起来好寂寞，应该点一个跟他做饭的。有病啊！为什么这边的肉店看起来比较厉害？这个前面这个也不错，350的话是这个。小龙虾排队。对啊，小龙虾排队要来了，现在出这个套餐。甲壳类狂欢。你看，还有剥好的蟹脚，还有丹麦好的。我那一天吃的当季的是。这是法国生活，然后它有分2种赛事。我们那一天吃当季的是哪一个？你还记得吗？好像有其中一款是这个产地，剩下的我会去看菜。哇，这边的海鲜种类比荣德多太多了吧？生蚝版就是要吃完要这样盖着吗？不知道这边的礼仪。我们刚刚吃完生蚝以后，正常是把它就这样子平放，但老板跟我讲说要这样子，然后他就对我比 good。看起来好赞哦！你看一下那个蓝莓，大西瓜。蓝莓有点小贵，这好可爱哦，迷你鞋子。哇，那个青菜好漂漂哦。我们该继续旅行了，走吧。菠菜就去买菠菜。好，我们要去什么网美店啊？除了喉糖之外，还有喉糖跟牙膏。对。还不告诉我嘞？到我就知道了。我怎么没有印象？我们有安排网美店。刚好会在路上。阿根咖啡。它这个做的很可爱，很适合当伴手礼。老公说这是丹麦自己的牌子哎。好起来，我要偷偷进来逛一下。在1887年时，一位丹麦海军参加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登基50周年庆典。宴会上，英国海军提供了一杯茶，让年轻的创始人印象非常深刻。但他想要把这款茶带回丹麦，因此在1889年的时候，在哥本哈根成立了这一家店。而海军茶则是该店最受欢迎的红茶茶款。茶店目前已经有多达200多种的品项供大家选择，还有很多来自各地的咖啡豆。可是我们不来梅的茶还没喝完，超可爱。想试试它的咖啡，但是好像有点太贵了。它写250克，然后80几克朗，有点忘记了。今天人好多哦。怎么了？对啊，在录啊。
我坐在一张很经典的椅子上。小特别吗？超可爱的，动物冲撞进灯里面。好啦，你有什么感想？体验了一波贫富差距。刚刚是不是说要带我去完美店？那我当然还是先以你给我的惊喜为主。如果不是惊喜是惊吓，那我就会让你帮我制造新的惊喜。皇室许可的百货，这栋我们逛过啊，无印就在里面。然后跟2个丹麦的服饰品牌。这家咖啡厅的经营理念为注重咖啡的公平贸易与永续发展。他们直接向产地购买，并给付给农民高于市价25%的收购费用。丹麦皇家图书馆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最大且最具影响力的图书馆之一，并位列世界最大的图书馆之中。它成立于1648年，拥有超过400年的历史，其历史珍藏包括自17世纪的手稿到现代在丹麦出版的所有作品。皇家图书馆有2大主要建筑，一个是旧馆，另一个则是大家熟知的新馆黑钻石，是当地著名的现代建筑之一。我相信大家来旧馆的主要原因都是因为那张非常漂亮的照片，但是现在已经有被规范说，如果你不是真正的使用者，是没办法进去的。皇家博物馆的旧馆始建于1906年，由丹麦建筑师 Hans 设计，展现出了浓厚的北欧新文艺复兴风格。我钱也吃不到的餐厅，我们现在还在后位的第几个啊？我不知道几千个。没有，它不会显示你。便当店，走吧。专业到呢？没有，就是你空虚而已。应该可以，因为这蛮显的。我后来才知道这个是日本品牌，我一直以为它是台湾。是啊，他是学日文的。那你就小心一点啊。差不多。马吉冰。哦，那很赞啊。